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从长相思到滤镜，他如何让角色活成自己？当香柳的刀光遇见唐琪的荒诞，他演活了两种极致。在长相思中，他是九头妖香柳，白发染血，眼神如刀，一句我要天下也要你，让观众心碎成渣。在滤镜里，他化身闷骚博士唐琪，被羊驼撞飞，抱着酒瓶边喝边吐，用荒诞表情包笑翻全网。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，却被谭健次演出了同一种灵魂，真实到让人忘记这是表演。有人说，演员的最高境界是成为角色本身，谭健次做到了。无论是香柳隐忍克制的深情，还是唐琪失控癫狂的喜感，他从不依赖套路，而是用细节凿刻出人物的血肉。在长相思中，他单眼落泪的镜头被截成百万剪辑素材，战损造型被称为慢撕腰。而滤镜里一场即兴的吃内脏吐酒戏份，他生理性反胃到青筋暴起，却硬是演出了角色颓废中的挣扎。导演没喊卡，他就继续演这种近乎自虐的投入，让观众隔着屏幕都能嗅到角色的汗与泪。谭健次曾是观众心中的冷面专业户，猎罪图鉴的沈毅，长相思的香柳，深沉如海的角色让他稳坐实力派宝座。但滤镜中，他彻底撕碎了过去的光环。唐琪的一惊一乍被网友调侃没拿剧本，癫狂的表情包3天破亿，连粉丝都惊呼：这还是我认识的谭健次吗？这种颠覆，恰恰是他对演员身份的敬畏。他曾在采访中说，角色需要什么，我就变成什么。于是，香柳的刀光里藏着温柔，唐琪的荒诞中渗出孤独。当别人用望夫玄学定义他时，他默默用演技证明，真正的玄学是让每个对手演员因他而发光。谭健次的表演从不炫技，却能精准戳中人心。在长相思中，他设计香柳掐脖吻戏时，用指尖的颤抖暴露了角色爱恨交织的撕裂。在滤镜里，他临时加戏吃内脏，吐到虚脱却成就全剧高光。导演说，他的表演是现挂的教科书。这种体验派的极致，源于他对生活的观察。他曾为香柳写下万字人物小传，甚至揣摩九头妖的呼吸节奏。拍滤镜时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反复练习唐琪的微表情，直到癫狂成为本能。粉丝说，看他演戏，像在解剖一颗洋葱，每一层都让人流泪，却又忍不住剥下去。从偶像男团到演技派，谭健次走了15年。这15年，他褪去童星滤镜，在军师联盟里磨练台词，在今夕何夕中挑战打戏，直到长相思和滤镜迎来爆发。有人问他为何敢接反差如此大的角色，他答得简单：演员不该被定义。如今，他的表演已成一面镜子，照见角色的灵魂，也照见观众的自己。当香柳战死时，我们为他的牺牲痛哭；当唐琪抱着酒瓶傻笑时，我们又在他身上看到成年人的疲惫与坚持。这种共鸣远比演技炸裂的赞美更珍贵。滤镜收官时，谭健次说，演员的冒险30岁后才真正开始，而粉丝早已准备好追随他的每一次蜕变。因为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到了表演最本真的模样，不是模仿生活，而是让角色活成一场风暴，席卷所有麻木与虚妄。下一次，无论是虐哭观众的反派，还是颠覆认知的颠功，他注定会让我们再次相信好演员的眼里永远有光。